1937年12月13日阵亡于南京。早上好，朋友们，这里是大纪乡。想你们看看窗外，但没有纱窗，就这样看吧。昨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很舒服。现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是2023年10月20号，此时此刻我在景宁大纪。这是一棵千年柳杉，关键它中间是空的，但是它还活着。看里边是拿那个铁架子支撑住了，不然我估计早两边撇开断了，顺着这条裂缝。雨天的大纪格外的宁静，尤为适合探访石狮寺这样的千年古刹。石狮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宋元时期绝大部分的木构件，而这样的建筑中国江南仅剩3座，另外2座都在金华，分别是延福寺和天宁寺。这是一棵千年古柏，有1500年的历史了，1520年。这边也是一棵古柏，它俩一样大岁数，同时种的，但是应该是2棵直直的树，现在变成了一棵倒出去，房子都要压塌了。一棵还是直直的。进入石狮寺的山门之后，会先看到梅氏祠堂。梅氏是大纪的大姓，从北宋年间就迁入此定居了。梅氏家风清廉，曾出过一门九进士23个举人，个个为官清廉，无一贪腐。其中五世祖梅元系被宋高宗表彰为孝通。当时圣表写道：梅开有子元系，幼年6岁，能守故祖种真木。其父梅开不侮其意，构安于旁，昼夜3年不离其侧。于绍兴10年庚申11月初10日，以降职礼部，广赐数帛。今表其人曰孝同，庐曰石狮院。简单翻译一下，就是梅元系在6岁的时候给他的祖父守墓，昼夜不离，守3年。他爸爸在墓的旁边给他修了个房子，以方便他守墓。这就是石狮寺的由来。这雾太大了。讲真的，我思考了很久，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进入石狮寺时的感受。就感觉千言万语，但是又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推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感觉我穿越了时空，开始和古人的对话。感觉一下子穿越回了宋朝，真的太美了。
后来我思考了很久，终于明白14寺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那些仿古建筑差在哪儿了。那些建筑缺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时间。时间的痕迹是无法造假的，再精工巧匠、精雕细琢，也会透露着那么一股子诡异，让人觉得哪儿不舒服。听村里人讲，在70年代之前，14寺的佛像还是存在的。所有的佛像都是毁于70年代那场不可说的运动。从14寺出来之后，我决定徒步去雪花记，尽管今天还在下着大雨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雨中没人的环境。一只小可爱，它真的好好看呀！这边好多呢，天哪，真的，那五官、那小眼睛都能看得见。今天下雨，所以水是黄的。大记大记，记就是瀑布。这里的瀑布名叫雪花记，放一张照片就知道，名副其实。顺便给大家看看我一个人是怎么拍照的。大部分游客到了瀑布就原路返回了，而我打算继续上山。雨天爬山不会累呀。观音台，我现在在山上，但是现在下边是大雾，因为还在下雨。现在这个路上只有我自己，准确说，瀑布以后的山上就只有我自己。我是怎么确定的呢？因为走好几处比较窄的位置，就拦路全是蜘蛛网，所以很明显吧，好久没人来了，至少是今天和昨天都没人来。看起来是不是超级的荒凉？我发现我好像发现了这个景区的后门，这儿有一条小路，直接就上山了。从山上下来，我觉得时间还早，于是继续逛村儿。鸡酸菜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颗，这里还有一小坨。如同仙境一般。看这颗真的超级大，太漂亮了。村坝，一群鹅。这个桥是
明朝建的，然后康熙年间重修的，里边有那个戏台跟商店。这有个烈士之家，梅振华于1937年12月13日阵亡于南京。这还有个庙。这是大集村，里边还有个人民大会堂，里边是电影博物馆，好像是。今天本来还计划去小左村来着，可是雾太大，山路难行，明天再说吧。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